3.0 大系8重神子，其实我还挺喜欢神子的塑造的，算是很标准的御姐了。但它刚出的时候我并没有抽，为什么？首先排除强度原因，因为像是优拉、雷神、申鹤、叶兰、迪西亚，我都是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就抽了的，而且全都是至少0+1。我抽卡的唯一理由只有 XP。 神子虽然很御，但它的外观我实在是喜欢不起来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巫女服，完美的把成女身材的优点全给掩盖掉了，身材的曲线体现不出来哪怕一点，乍一看我都看不出来她是成女，要不是对比了一下身高，我真以为她是少女体型，看得我是没有一点欲望。我是说抽卡，出个皮肤吧，真的。神子是 2.5 版本登场的，刚出场时由于其强度问题闹得还挺大的，同时也留下一个梗，那就是 X.5 版本的成女角色，前有 1.5 优拉，后有 2.5 神子，然后 3.5 迪西亚的出现又把这个梗拔高了一个层次。好笑吗？反正我是笑不出来。好在现在草系出来之后，神子的分屏算是回暖了一些。神子整体的设计其实是按照优雅这一思路去设计的，又或者说是玩弄。普攻重击摆弄铃铛像跳舞，战绩位移的手感轻飘飘的，像是为了体现自己在戏耍敌人的这种感觉。也就大招是比较严肃的，就像是在说啊，我玩够了，结束吧。如果说以上就是策划的设计思路的话，那不得不承认，我觉得确实是成功的。但随之而来的小问题也是有很多的，因为这个设计思路是在重美感而轻视了实用性的。神子的手感，我相信玩过的人都深有体会，特别是战绩这个位移，又慢又轻飘飘的，又没有无敌之恩，又有后摇，手感很差。更别说现在深渊碰撞体积大的怪越来越多，重点批评圣海兽，不仅碰撞体积大，还有多动症，打他的时候不是在背脊，就是在背脊的路上，杀声音怎么放都不舒服。我的血压又好了，不闲扯了，好好讲一讲神子的技能模组吧。还是先说普攻重击，普攻是3段，攻速还是比较快的，特别是你看久了战绩的3段再来看普攻，那是真底快，手感也很不错。因为是法师，可以用来战场打激化和扫种子。普攻的附着遵循 2.5 秒3 hit 的附着规律，3次攻击必有1次附着，重击会扫出去一道落雷，这道落雷还是比较长的，而且因为6个落雷点是逐步降下的，所以在面对体型很大的怪时，重击是可以打出2次伤害判定的，并且这2段伤害也都是有附着的，可以打出激化，和普攻的附着是相互独立的。重击的落雷是自上而下的，所以只要是在落雷路径上的怪都会被攻击到，即便存在高低差。重击的作用和普攻一样，也是用来打激化和扫种子的。如果你玩的是战场8重的话，8重的输出手法可以选择2A 一重，但因为法师的重击消耗的体力很多，而且前摇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个人还是喜欢无脑 AAA， 省时省脑。元素战绩杀声音是8重神子的核心技能，杀声音是具有位阶的，通俗来说就是等级。如果场上只有1个杀声音，那么它的等级就是1；如果有2个，并且它们之间相连，那么它们的等级就都是2。如果场上存在3个杀声音，并且它们3个两相连，那么这3个杀声音的等级就都是3。具体怎么看呢？其实就看它们之间有没有连线就可以了。像是这种摆成3角的，那就都是3阶，但如果像是这种摆成了1条线的，第1个和第3个之间相隔的距离又太远，没连上的，那就只有中间这是3阶，因为它有2条线，而左右两边这2个都是2阶，因为它们都只有1条线。当然也可以从外观来判断，不同位阶的杀声音外观其实也是有所区别的，位阶越高特效越多，但打起来之后，我想没有人会有那么好的动态视力去盯着杀声音看吧，所以还是建议按看线的方法去判断。在释放杀声音的时候，我们最好是绕圈放成一个3角，只走1条线的话，很有可能因为距离原因导致上述情况。不同位阶的杀声音其伤害倍率是不同的，1阶最低，3阶最高。解锁命座的话还有4阶。杀声音的持续时间是14秒，看似是14秒，但其实只有12秒，因为当我们放下一株杀声音后，要等待2秒钟的时间，杀声音才会开始攻击。这对8重来说其实算是一个好的机制，因为每次我们需要放3株，而这2秒正好可以用来消耗放置的时间和切人的时间，但对队友来说就没有那么友好了，有拖轴的问题。每株杀声音每隔3秒才会释放1次攻击，所以一共14秒的持续时间里只有5次攻击，3株就是15次攻击，平均下来差不多1秒1次攻击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杀声音的附着频率和数量是没有关系的。
3株杀生鹰是共用附着 CD 的，杀生鹰每3秒才能给怪造成1次附着，而这正好和它的出伤速度是一致的，所以不论你是1株杀生鹰也好，3株杀生鹰也罢，12秒的持续时间里都只有5次雷附着。所以当初为什么有人说她是小黄女，原因就在于此吧。也因为这点，神子其实是不好替换掉克黄计划队里的黄女的。八重适合草前台，而黄女更适合雷前台。不过上述情况仅限于对单，对群的时候，因为杀生鹰的攻击是完全随机的，所以是比较容易出现3次攻击分别打中3个不同目标的情况的。而元素附着这个东西是看目标的，只要是一个全新的目标，那就一定会有附着，所以对群的神子和对单的神子不能一概而论。对群时，其激化的频率是会显著提高的。当然，因为是纯随机，所以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关于杀生鹰的释放，在面对敌人时，如果你不控制方向键，那么是会默认远离敌人位移的。这点在实战中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因为有时候我是想绕圈放个3角的，但一按正极，结果发现他没往前走，而是往后退了，这就会比较烦。战机的位移是有一小段后摇的，这点在实战中同样会比较难受。因为像是深渊这种高压环境，操作速度是很快的，毕竟头上顶着个计时器。而每次释放杀生鹰时，因为这个后摇可以说是在强迫我们要慢下来，其实这是在打乱我们的技能释放节奏的。可惜这点我们是改变不了的。那既然改变不了，就只能去适应了。第一种就是掌握好释放杀生鹰的间隔，是可以比较丝滑的放出3株杀生鹰的。又或者说，每放完1株杀生鹰，我们就闪避一下，多一个按键去操作，不仅能取消后摇，也能使技能释放节奏稳下来。唯一缺点就是闪避消耗体力，但可以接受。神子的元素爆发，我第一次看到时的反应是哇，这倍率。然后实战时，哇，这伤害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。也看倍率挺高的，但毕竟不是增幅反应，而且激化反应它也不看你技能的原有倍率怎么样，所以也就还好。更别说这能量需求和冷却时间，直接打消每轮一大的念头，好吧？不是我不愿意大招打爆发，而是它让我望而却步。神子大招初始有1段伤害，之后会根据场上杀生鹰的数量增加伤害段数，至多加3段。大招每段之间的附着都是独立的，都可以打出超级化。所以在释放大招时，我们最好保证场上有3株杀生鹰，可以保证收益最大化。这里会有一个误区啊，会有人以为增加的大招段数是按杀生鹰的位置来释放的，杀生鹰在哪，后续的3段大招就放在哪。但其实大招的释放位置和杀生鹰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，不论杀生鹰在哪，后3段都只会跟随第1段的位置。在大招释放完后，场上的杀生鹰会作为代价消失，好在会返还冷却时间吧，就是放完大招还得再放3次杀生鹰，这事还挺烦人的。著名的 EEEQ 连招，不过直接这么用有点太拖沓了。实战中我们通常会把这连招拆分开来，神子先手放3株杀生鹰，然后切队友放技能，队友技能放完了再切回神子放大补杀生鹰，最大限度的利用杀生鹰的持续时间和自动攻击的特点。神子的固有天赋2，每点元素精通提高杀生鹰 0.15% 的伤害，也就是100点精通 15% 的伤害提升，只能说还可以，起码8重可以带精通杀了。关于精通和攻击的收益，这个还得看具体的人物面板情况以及神子在队伍里的定位，这点就放在剩遗物环节讲吧。命座，因为我也没抽神子的命座，如果有错误还请指出改正。首先这个1命我觉得纯属陷阱，22秒的冷却时间摆在这，你就算能量需求降低了又如何？2命有提升，体验上也会更舒服，可以冲，但没必要。4命加伤还可以，但现在8重的队友都是谁？这个雷伤基本只能自己用。6命才是最有价值的命座，2命雷神有多猛，这个命座就有多猛。总结，我觉得8重的命座你要么不抽，要么就满命。副哥们无所谓，穷哥们建议像我一样灵命收手。武器剩遗物选择5星武器神乐、天空、4分、千叶；4星武器流浪乐章、流浪的晚星。战场的话还可以选择侠里、万国、黑岩、嘟嘟可。法器的输出型武器不多，大多都是卧龙分出，所以选择有那么几种。主要说一下流浪乐章，看特效确实很强，但每30秒只能强那么10秒，1/3的覆盖率少得可怜。更何况神子的杀生鹰是不锁面板的，而且你放杀生鹰需要时间吧，实际的覆盖率还得再降一点。有特效的情况下，伤害确实爆炸，是6星武器；没特效就是个白板，是3.5星武器。50爆伤看着很香，但爆伤其实是被稀释的最严重的程序，但也是最好堆的。总结，
流浪乐章在4星里还是很不错的，但真碰瓷不了5星武器，有5星还是建议选5星。是以物选择，我推荐4噬金，除此之外还可以用2+2，攻击、雷伤、精通2混搭都行。各部位主词要选择，杀戮位攻击、精通，杯子雷伤，头暴击爆伤，具体暴击还是爆伤看你武器的副词条，互补一下即可。杀戮位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攻击杀都会小优，但当你选择了天空之卷这把武器的时候，精通杀就会更好一点了，因为天空之卷本身就加攻击，攻击力已经很高了，不如平衡一下城区，堆一堆精通。其实攻击和精通收益的差距就是杀声音3次攻击里2次正常伤害和1次激化伤害的对比。如果你激化的那次伤害提升大于2次正常伤害的提升，那么精通杀就是更好的。像我的绳子就是精通杀会更好，反之就是攻击杀会更好，自己找个怪实测一下就好了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的绳子是战场打超级战的，那我建议无脑精通杀。队伍搭配，绳子现在可以说是绑定激化反应了，在众多激化反应队伍中，相信提拔这个名字，大家从续米开始以来应该听到过不止一次了吧？高命提拔确实很强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低命提拔其实也就是一般的队伍水准。队伍整体构成是提纳里、八重、草神、钟离。八重和草神负责挂元素和对群，钟离负责生存，提纳里负责对单。我的提纳里和八重都是没有专武的，不过提纳里已经歪到3命了，草神也是0命无专。这个队伍整体的输出表现其实也就还好。和我的草型9敌，我觉得是打得有来有回的，都属于是技能可以无脑乱放，但输出下限比较高的。流程其实也很简单，草神 EQ 起手，切绳子放杀声音，最后切提纳里输出即可，然后循环往复。绳子有大的话可以绳子先手，然后切草神 EQ， 再切回绳子放大补杀声音，之后的流程就都是一样的了。除了提纳里队，绳子当然也可以进海哥的激化队，因为都是负 C 玩法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接下来我想说一说绳子自己战场的队伍，激战队，因为绳子自己战场激化频率会大幅提高，而且激战队种子也是输出大头，所以战场的绳子我只推荐带精通杀。首先，绳子可以直接塞入草型9的队伍，但这个队伍的生存能力一般，是保不住绳子这个脆皮法师的。低压环境可以这么玩，但高压环境就不太行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把绳子一样定位的9骑人给换了，换成生存能力更强的钟离，组成钟离、绳子、草神、行丘的超激战队伍。其中行丘也可以换成叶兰，这个队伍的输出能力其实也还不错，和低配提拔基本是持平。手法的话，推荐绳子先手放杀声音，然后草神 EQ， 行丘 QE， 最后切绳子战场输出，有大放大，没杀声音就补杀声音。除此之外的配对我就不做推荐了。那么以上就是8重绳子攻略的全部内容了，出的有点晚啊，因为最近一直在玩那个游戏的续作。绳子这名角色放现阶段复刻，我只能说老米是很聪明的。一是槽体系基本定型，二是绳子的分屏回暖，相信抽的人应该会不少吧。我建议的话还是按 XP 来，绳子并不算是一张关键卡，槽体系并不一定需要它，但它一定需要槽体系，不过它也算是某些队伍的最佳拼图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UP 主，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